杨紫新晋升与爆冷有关，脸色坚毅显老，网友吐槽太反感。近日，杨紫针对某款防晒霜进行了包销宣传，于是网友纷纷表示，这好像是80年代的广告，杨紫的化妆品看起来老了，满脸都是玻尿酸腐蚀后遗症。1992年，杨紫在北京出生，离开北京电影基金会。今年她31岁。2004年，凭借少儿地段戏仿少妇日记，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铜牛奖优秀儿童艺人奖。因此，在情景喜剧《家有少年》中出演的夏雪受到了观众的关注。随着《家有儿女》的热播，杨紫的家人也知道了杨紫未来的职业方向。旋律丹丹傻乎乎的想，杨紫聪明，但并不出色，要不我们来点不一样的。尽管杨紫的家人听了美乐蒂丹丹的话悲痛欲绝，但终究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小女儿，让杨紫去电影学院，顺利踏上了演艺之路。毕业后进入演艺圈，肯定是初期由曲丹丹组建的。她的不到女勇的戏，于是从配角开始磨砺自己，有戏就去兜兜转转。随后，她介绍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2016年，刘涛、蒋欣、王子文、乔欣等主演的都市职场女性综艺《向喜悦致敬》一经传播便一炮走红。在剧中，她饰演萌萌哒、憨的新人邱莹莹一角。凭借这部剧，她获得了第23届上海卫视白玉兰助学金最佳男配角奖和第29届上海卫视鹰隼助学金观众最喜爱艺人奖。从此，杨紫的演艺事业全面开花，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唱相结合，同样被称为90后4朵小花。回顾旋律丹丹当年对杨紫的评价，看看她不断进步的力量，就说明没有什么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只要有信心和努力，就像杨紫一样，被评价为典型股票脸的她，终究还是可以凭借自己的演技跳出自己的现实。再过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杨紫的脸每次出镜都会给人一种太丰满的感觉。单看这广告的旁边，眉头、山底、苹果皮，分明是哑光化妆品。反正给人一种皮肤水润的感觉，鼻子是不是有点歪？发现问题很容易。杨紫在过去的好日子里对临床美容进行了一些调整，如今年过30，压抑不住，出现了不同的后遗症。如此一来，天堂救了谁？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寻找利益、远离负担、挑剔的过程。年轻时立志做专家美容师，风光无限，但现在不得不承认失败的赌博。31岁的杨紫已经到了职业提升的基本时期，到了应该做出决定性时刻的时候。很像赵丽颖之前被吐槽的造型，30岁的圆润小姐姐是瓶颈，但她却大显身手，改头换面非常有效。最后也祝愿杨紫早点找到新的合适的方向。02杨紫2月20日消息，杨紫一行人合影连贯，身穿校服打球蓄势待发，蓝发小姐姐精神抖擞。看样子杨紫正在录制青春综艺199恋爱。照片显示，杨紫在团内的生活十分开朗，整体情况都非常好。杨紫打破组合常规，其刘海配蓝色波浪卷发魅力十足。杨紫状告临床美容机构网络侵权，将于4月开庭。天眼查申请书显示，近日杨紫与河南柴鱼美容管理有限公司就组织不当行为义务问题的争论，又增加了一份法庭宣告书。得罪的一方是杨紫。案件将于北京网络法院于4月11日开庭审理。杨紫又一部新戏来了，是一书的情怀变种成幻记，男主是大家的男神。此次杨紫将在剧中饰演麦成焕一角，经历从被鼓励结婚到转为事业有成的转变。长期出山后，杨紫的不少作品都在人群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虐心满满的香蜜沉沉烬如霜中，杨紫饰演的锦觅就这样被人遗弃，变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旧装女神。还有这些年，加瓜、赵丽颖整容困难新照爆撕蜡像，杨紫鼻梁凹凸不平，脸放大的像机器人。杨紫另一个长相大坑的就是杨紫了。这段时间以来，因为一直在团里的解释，杨紫很少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也没有参加过各种活动，
就在某品牌晒出代表杨紫的视频时，2年后轻扣远行拍完，王鹤棣应该是改头换面和杨紫强联手了。另外就是联合艺人杨紫，自从她进入偶像秀圈以来，合作浓缩咖啡是最好的，尽管她在同一时期绝不是竞争对手的表演。然而换个面孔绿加油记却是她的文章，怎么回事？他们正处于休养期。据说杨紫和徐凯出演《幸福的说说》，网友于正曾表示期待徐凯和杨紫的配合。日前，网上传出杨紫、徐凯将出演《成换季》，有网友找到了于正19年的采访视频。闪烁，我们应该再次讨论这个古老的故事。杨紫对临床卓越组织的侵占论战即将开启。天眼查申请书显示，近日杨紫与河南柴鱼美容管理有限公司就组织过失责任问题再次开庭审理，得罪的一方是杨紫。本案将于4月11日在北京网络法院开庭审理。唯一标题：杨紫诉临床卓越组织侵权案即将开庭，郑重表示，东方地产分发该物质是为了传递更多的数据。2月20日，媒体爆料，朱一龙、杨紫、王小飞、赵露思。杨紫的绿扣环游记曾为广电做过宣传，换脸后也被热传。剧组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寻找男主，却不可能是有名有姓的特长。近来，王骁在大叔圈子里的知名度非常高，他的演技可圈可点，他的形象也同样深入人心。王一博和赵露思的公关危机，肖战撕刘诗诗，赵丽颖复出，杨紫晴的簪子去了，杨紫晴簪花走01，王一博赵露思危机公关。最近无望文盲的表情包又火了，国内几家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件事。于正一直做梦都想让徐凯和杨紫合作，但现在杨紫过去不回来了，合作的弊端凸显。但不管怎样，杨紫依然是一线90后流量小花，估计这次合作是于正想了很久才促成的。他自然不会轻易改变主意，如果合同已经签了，就没有违约的可能。虽然有很多明星和演员。03杨紫迪丽热巴粉丝骂战波及刘雪怡，蓝李志骂忙新剧拍摄。近日，杨紫和迪丽热巴的粉丝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骂战，愈演愈烈，甚至还衍生出各种手机端的粉丝文学。此前，刘雪怡被曝与杨紫有过一段恋情，引发热议。骂战中，杨紫粉丝评论杨紫第一时间出面辟谣她和刘雪怡是朋友的传闻，而她的真男友秦俊杰也大方承认对这段感情态度明确，似乎在暗示迪丽热巴近期并未回应恋情。小燕在片场认识了刘雪怡和钟楚曦。刘雪怡穿着一件浅色的长款风衣，手里拿着一份剧本，快步走了出来。走了几步，路边的一只小狗引起了刘雪怡的注意。她回头看了看，徒步离开了。拍摄结束后，刘雪怡手里拿着剧本回来，在电梯前等了一会儿，回头看了看几眼，然后拿出手机接听了声音，进了电梯，边听边离开。之后，钟楚曦也来到电梯口等着。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外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钟楚曦站在电梯前不动，悠闲地端着菜吃着，然后带着工作人员乘坐电梯离开。傍晚，钟楚曦先开车回了酒店，下车进去。刘雪怡随后也到了酒店门口，下车进入了酒店。想看哪位明星的最新动态，快来评论区留言吧。04肖战成气筒，粉丝发言引争议，剧情走向失控。平台上出现了一条肖战的热搜，超级文艺，名字叫肖战诉网友侵权案即将开庭。呵呵，网络暴力犯罪分子和网民不是同一个概念。看到这个题目，说实话，小心有点猛。起诉网友，网友们无话可说。正常的网民并没有触犯法律，能告的还好意思骂网友，几乎等同于被称为键盘侠或网络罪犯。简单说一下事情的经过。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向卢某某、周某某公示送达肖战及其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诉讼材料和法院传票。
自公告之日期满30日，视为送达，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在互联网法院开庭审理。本来是一起正常的维权案例，却不知为何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情。言语中可能充满敌意，谁咬谁就抓谁，歇斯底里，胡说八道，洒洒滚滚，还是故作淡定，却是茶香浓郁，酸味弥漫，语言刺耳，观点偏颇。一瞬间，小新傻眼了。绝命文盲足以出圈，同理心的法律盲是不是又要刷新网友的下限了？不得不说，有些网友当被告的时候一点都不委屈，他还真是什么都敢说。经过正当程序诉讼，法院的判决结果被网友形容为资本的胜利。不学法，不明白法，这就是文盲的危险。于是小新建议多读书。既然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告发流氓，你哪有时间和精力在网上造谣、诽谤、网络欺凌？为什么不规范自己，不违法呢？正常人估计看不懂这位网友的脑回路。隔着屏幕上网，对他人使用言语暴力，是否可以逃脱法律的惩罚？一个小科普，即使你没有大名，用黑名宣誓或造谣，法院也会认定构成侵权。侵权行为入库权证练后，无论是删除内容还是注销账号都没有用。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谁，在网络上使用言语霸凌，实施网络暴力，都必将受到惩罚。网络世界是虚拟的，这是真的，但人的底线是真实的。艺术家接受更高的道德约束，转让更多的隐私权，但这并不代表所谓的网民有权利侵犯。任何人都不能蔑视法律，践踏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你这样做，你必须付出代价。支持肖战维权。发稿了，律师函太弱了好吗？直奔大招，爆款起诉黑的法律程序。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